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包明说。这期话题呢，我们说的是新西兰的总理即将访华，美国的反华小圈子里面呢，漏洞已然出现。前几天呢，新西兰总理希普金斯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他将在6月底率领一个贸易代表团来中国进行访问。这是新西兰总理从2019年以来的第一次造访中国。新西兰重视发展与中国的关系，意味着五眼联盟这个反华小圈子并不是铁板一块。新西兰被夹在五眼联盟和中国之间两头受气已经很长时间了。五眼联盟呢，本来成立于2战时期，原本是一个针对纳粹德国、日本帝国这些轴心国的军事情报共享联盟。冷战时期呢，五眼联盟的目标变成了针对苏联和华约集团。冷战以后，又致力于反恐的情报合作。到了21世纪，中国开始崛起，五眼联盟在美国的操作之下呢，逐步的转型为一个主要针对中国的政治联盟。合作的内容也从传统的军事情报的分享，转向了泛安全化的各个领域。新西兰本身呢是一个偏安一隅的南太平洋国家，距离中国9000多公里它本身也不像美国那样追求全球的霸权，和中国根本就没有什么利益冲突。但是新西兰作为五眼联盟中的一员，在情报合作以及军事防务方面呢，对美国是有依赖的。这使得新西兰在传统的情报合作之外，不得不与五眼联盟在对华议题上保持一致。比如在华为5G 的问题上，美国、澳大利亚先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，禁用了华为5G 设备。新西兰呢也跟在后面否决了本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提出的计划，不允许在5G 网络中使用华为的设备，认为华为的参与将引发重大国家安全风险，禁止华为参与新西兰5G 网络的开发。制裁中国不会给新西兰带来任何的好处，只会影响其5G 通信网络的建设进程。但是在安格鲁萨克逊好兄弟们的胁迫之下，新西兰不得不牺牲自己的外交自主权，在对华问题上选边站队。但是新西兰毕竟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不是美国的殖民地。杰辛达·阿德恩2020年连任新西兰总理以后，逐渐增强了新西兰外交上的自主性。在意识形态、人权、科技、战略等问题上，新西兰尽量的保持一个相对独立的对华政策，甚至多次在五眼联盟的对华统一行动中，要么唱反调，选择更加谨慎的立场，要么干脆缺席。比如在美国炒作新疆人权问题的时候，新西兰一开始也跟着五眼联盟的其他成员国发表了声明，但是却没有像美国、加拿大、英国和欧盟一样采取具体的对华制裁措施。在疫情问题上，美国等一些西方国家污蔑新冠病毒是中国实验室泄露的，但新西兰却拒绝跟随美国一起攻击中国。新西兰在对华政策上多次选择与五眼联盟保持距离，甚至是划清界限，引发了其他五眼联盟国家的指责，认为新西兰的做法呢是只顾自身的利益而背叛盟友，使五眼成为了四眼。近20年，中国与新西兰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很迅速，显著地促进了新西兰经济的增长。新西兰从中国获益巨大，同时澳中关系破裂以后，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了严重影响，新西兰作为邻居自然是看在眼里的，所以他不愿意重蹈澳大利亚的覆辙，保持对华正常关系，从而维护经贸利益。这就是新西兰对华政策保持相对独立，不与四眼国家同流合污的主要原因。虽然杰辛达·阿德恩总理由于经历原因已经宣布辞职，但是他的继任者是与他同样来自新西兰工党的希普金斯。新西兰政府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，基本上还会延续之前对中国的比较友好的态度。这次新西兰总理的访华会让美国和他的反华盟友们看到，靠威逼利诱而走进的反华小圈子注定是不得人心、没有前途的。好，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。